Hello，我是东海大学日文系的许金凤，然后这是我的毕业专题。我会用 podcast 当做专题的最后成果，然后在这个 podcast 当中呢，我会采访3位嘉宾来分别分享他们自己的线上教学经验，然后当中的遇到挫折、状况排除啊之类的经验分享。那旁边这一位呢算是2.5位嘉宾，因为这次的这个主题是跨国学伴交流计划分享，那其实不太算是教学，对，所以把它归类在一个彩蛋，所以你们现在看到的是一个小小的彩蛋。好，那我们来欢迎一下这2.5位嘉宾。科科，请你做一下自我介绍。好的，大家好，我是东海大学日文系的柯怡居。几年级呢？我现在大3。OK， 我用科科称呼你可以吗？可以。OK， 好。对，然后接下来对科科想要分享的经验是，就是我们学校有一个活动，它叫做探 dem， 你要先配对，然后呢就可以在上面配对到不一样学校的学生，但是因为我们是日文系嘛，所以配对的比较多都是日本大学的，日本大学的学生，然后你们就可以互相交流，你想要跟他聊什么啊，学什么都可以互相沟通，但是就没有支付薪水，这样就是纯交流，然后交朋友是一个经验。好，那科科呢自己有几段经历呢？我自己呢是在大2上的时候跟大3上的时候有配对学伴，但是因为我大2上一半一下就休学了，所以那个学伴就是也算是无疾而终。对，但是我们还是有加 IG 什么的。反正就是有2段经历这样。OK。那在访问这个交流的经验之前，我想问你当初为什么会申请这个交流计划？就是那个时候呢，我跟我的室友，就是想说这个好像还不错，可以认识日本人，然后又可以提升自己的日语绘画能力，又能交朋友，就觉得很有趣。我自己又是个E人，所以我就想说可以参加一下，挑战不同的事情。然后我就跟我的室友一起报名了。OK，那你在配对成功之后呢？第一次就是你们是用视讯通话吗？对，我们是用视讯通话。那你在第一次跟日本学伴交流之前，你做了什么准备？我就先打了一段我的日文的自我介绍，然后我有努力想一下自我介绍什么比较丰富，像是我的兴趣是什么，然后我想学日文为什么？什么？这个倒装句怎么回事？对。Okay， 所以你跟日本学伴说你为什么想要学日文？对，因为我想说就是自我介绍，就是要大概写这些吧。那你跟日本学伴交流，你是想学日文，那对方是想学中文吗？对，2段都是吗？对。所以他们都会说一点点中文。比较基础的，是不是？像我第一个学伴他是中文系的，对，所以他中文就比较好。然后对我这个小大2来说，就是蛮亲切的，就是我会觉得有亲切感。所以碰到一个比较会说中文的日本人，对，你就可以比较不费力的跟他交流。就是比如说我日文说到一半，我不会说，我就说中文，他好像也听得懂。那第一位学伴是中文系，那第2位学伴呢？第2位学伴好像是什么化学什么系的，他是化学相关的系。对。那他是有自学中文吗？还是就是零基础上来跟你交流？就是有先自学中文，他好像也有中国的朋友，所以应该是基础还不错，然后就上来跟我交流。那你在跟第2位学伴交流的过程中，他的中文能力觉得怎么样？明显就是比第1位比较不好的一点。对，但是我还是听得懂，而且这个时候我的日文也比较好了，所以就比较能和他互助的感觉。对，他也会常常问我，比如说这个成语、这个单字是什么意思。那你在2段的交流过程中，有遇到那种就是比较语言不通啊，或者是冷场的时候，就可能会有一段沉默啊，彼此不知道说什么。对，像你刚第1段经历就有说，你如果遇到不会讲日文就讲中文，他听得懂。
对。那有没有第一段的话，比较冷场的尴尬时刻是怎么化解？会遇到冷场的情况，就是我们比如说说到一个话题结束后，不知道要说什么啊，对对对的时候，就很尴尬，就不知道说什么，我们就一直反正就是有点尴尬，但是就是我会努力想话题，想一个新话题，对，并且要可以简易沟通，然后就可以顺利化解这个尴尬。第二段学伴交流的时候，你说他的中文明显没有第一位好，对，那你们这时候会遇到语言不顺的问题吗？蛮长的，就是常常会需要就是拿手机出来查一下他刚说什么。所以就是拿手机及时查，对，翻译跟意思就好。对。那这两段的交流中，他们各自的性格呢，他们的给出的反应又有什么不同？反应我遇到2位学伴，因为我都是选跟我同性别的，就是都是女生，可以选性别。对，可以选跟我同性别的，我就觉得没有那么尴尬。我觉得如果是男生的话会比较尴尬。我自己来说，但是因为是女生，所以能聊的就比较多，像化妆、美妆品、喜欢的偶像之类的，聊这些。然后第一位的就是比较活泼一点，他就是好像很喜欢旅行，因为我看他 IG 都是不知道去欧洲哪里到处玩，然后有养狗，所以就比较活泼。第一位学伴比较活泼，对，比较外向。那第二位？对，第二位就是他稍微话比较少一点，但是也没有到都不说话，就是不理我这样，就是也还是蛮好相处的。所以两位学伴其实都不错，性格都不错，蛮好相处的。对。哇，那其实你还算蛮幸运的。你刚刚说到同性别，所以比较多可以共鸣的部分，有没有什么部分是你觉得针对这个话题，我们可以再聊10000年那种感觉？再聊10000年有吧？就是比如说，我跟第一位学伴的共同点是偶像，他喜欢日本的偶像团体，但是我是喜欢韩国的偶像团体，就是可以聊很多偶像文化之类的。对。然后跟第二位的共同话题比较有共鸣的就是化妆，因为他一开始就有注意到我有化妆，他先提出想问的点，比如说什么？比如说他觉得我化的妆很好看，然后他就问我说是很常化妆还是怎么学的这样。我还有听过你说你们也都喜欢吉卡哇是吗？对。所以嘛，针对这个话题也可以就聊很久。那你们后来就跟第二位学伴的话，如果是要纯聊化妆的话，就是可以针对化妆品做介绍吗？这个化妆品的中文叫什么，日文叫什么？你们会这样交流吗？比较变得像是教学的交流，其实比较像是在聊天的交流，就是没有那么知识化。对。过程就是很轻松，对，因为我们是日文系嘛，然后就会选到有一些课是需要你发表意见的。你在跟日本学生讲话的时候，还有我们在上课，你听台湾学生讲话的时候，表达意见的时候，跟展现学习态度的时候，有什么差异吗？有，我觉得差异蛮大的，就是比如说，我的同学们就都是台湾人，上课会比较不喜欢被问问题，被老师问问题，或者是要发表的时候，然后也不喜欢问别人问题，也不喜欢问老师问题。老师问各位同学有什么问题吗？台下就是一片安静。对，台湾学生大概是这样的情况。所以他们在表达意见就比较不会，对，想要表达自己意见，然后也不会想要询问别人的意见。对，那在学习态度上面，学习态度应该是看个人。对，大致上来说，没有日本人那么积极吧。那日本学生在表达意见的时候，你有觉得你刚刚说差异蛮大的吗？这差在哪里？我跟学伴交流的过程中，比如说他有听到我说什么比较难的中文，他就会就是很有礼貌的问我说这个是什么，就是求知欲比较旺盛，就是会为了想要增进自己的能力做出努力，也不怕别人的目光之类的，就是会勇敢的问问题。我觉得这点是很好的，我们应该要学习他们。应该要效仿这样。对。那如果现在有学弟妹想要参加这种跨国的学伴计划，
你会建议他们需要带着什么样的心情呢？心情就是虽然可以很轻松，但也不要太随便的心情去看待这个交流的活动，就是还是要不要造成别人的麻烦。怎么样会造成别人的麻烦？就是比如说你都不准备啊，不守时、不上线之类的。那你是会准备教材的，也不能说教材，就是你会先准备一份资料嘛，就说今天要讲什么。我在第2位学伴时，有曾经做了一份 PPT， 我介绍台湾有什么东西，我给他看，这样就是会比较清楚。那对方有做吗？他比较忙，所以就没有。第2位学伴的情况就是我们会定一个主题，说今天要交流什么，那我们至少都会先打一段稿，准备一下今天要讲什么，就互相交流一下。最后再问一下最近1周发生了什么，流程大概是这样。那你们是怎么分配语言的使用时间？你们是一次讲1个小时吗？对，所以是前30分钟中文，后30分钟日文这样吗？没有，混着讲，就是混着讲，就是我讲日文，他讲中文。OK，那他会就是你讲的日文。他有时候会提出疑问吗？就是你刚刚讲的那句话是什么意思之类的。对，会。那你就要再用日文解释一次，还是你会选择用中文跟他讲？我会看我会不会说。如果我在我能力范围的话，我就会用比较简单的日文讲。就是我问的问题应该算还蛮好理解的吧？原来是这样。所以第1段经历跟第2段经历都是持续了个半个学期。对，差不多。所以你这半个学期都就是每个礼拜1周1次。对，除非有事情的话，就会先暂停一次这样。然后一次都1个小时。对。那在结束这2段学伴的经历之后，你觉得你的日文真的有提升到吗？就是因为报了这个计划之后，我觉得明显觉得我进步了。有，就是在某一次的导生剧上，我跟同一届的同学们一起跟日本人老师吃饭。日本老师哦。对，然后那个老师在问我们问题的时候，就是我的同学们就是不太知道他问什么，然后也回答不太出来。我只有帮他们小翻译一下，然后也有回答出老师想问什么。对。那感觉这个对你带来的帮助的不少。我觉得可能是要持续，就是每个礼拜这样，就不会生疏，不会忘记。对。因为我自己也有参加过探点，然后我是1年级的时候，反正就是持续了半个学期。然后那位同学也是中文系的，但是他那个时候也刚入学，跟我一样，我们2个都是对方想要学些语言都很破。所以那时候交流就是非常的卡，超级卡。我就是要一边翻译一边想要说什么，然后有时候遇到不会念的汉字啊，就是给对方看，然后对方就或者是我说中文的时候，他就是但其实没有听懂。好，能理解。所以我第1次交流其实不是很顺利，而且没有学到很多东西。后来的话就是比较多活动嘛，我就没有再去报名探点了。好了，那我们跨国学伴交流计划的算是一个小彩蛋，就到这边结束了。我们一样谢谢我们今天的来宾科科，谢谢，拜拜。拜拜。什么意思？不要闹，不要指路